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片我分析了手套股如今市场对于他们的情绪和趋势，并看看市场给予他们的估值是否合理，并且也统计了大家对手套股未来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选择1号觉得是恐慌抛售的朋友有64位，而选择市场已经走在前端的2号有45位。看来手套股的支持度还是有的哦。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小片我将会来分享关于最近很火热而且很多人要求分析的一家公司，他们最近收购了 Silterra。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项收购后的前景及利空与利好。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今天要说的公司就是上个月很火的 DNEX。首先让小片我来简单介绍这家公司的业务，他们到底是做什么，而且跟他们最近收购的公司又有什么关联？他们成立于1970年，而他们的业务涉及贸易便利化服务提供商 Trade Facilitation 和能源领域的领先服务提供商。我们就先来说他们的 Trade Facilitation 贸易便利化业务，其中就有子公司 Dagangnet Technology Sdn Bhd。Silnet 主要是为进口商、出口商、关包行和物流服务提供商提供随时随地轻松访问他们数据的实时途径，同时保护他们的业务免受 non-compliances。之后还有 IT 解决方案，专注于完整的项目管理，从设计和建造一直到安装和调试的一条龙服务。然后就有他们的 Subsea Telco Service 海底电信服务，专门为所有类型的海底电缆提供端到端的海底和海洋工程服务。是不是觉得这家公司好像什么都做呢？其实还没完，我们继续。之后他们还有从事能源领域DNEX Drilling Tech 和 Oilfield Service Sdn Bhd， 致力于为油田领域的客户提供价值驱动的解决方案。然后还有 Equipment Supply and Maintenance， 专门为油井提供机电设备、仪表设备等等。此外，他们也有做石油开采，主要是通过一家他们之前拥有38% 的 Ping Petroleum Limited 的公司进行这些汽油上游业务。而在今年6月 ，DNEX 也已经获得股东们的批准，以78个 million 美金收购 Ping Petroleum Limited 68% 的额外股份。因此，在企业活动完成后，他们将拥有 Ping Petroleum 98% 的股份。回到正题，简单的介绍完他们的业务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年度表现。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2016年到2019年，他们的收入是上升的，之后就开始滑落，然后盈利则是在2016年达到了高点，然后逐年减少。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就带大家来了解情况。首先就是2016年，他们突然暴涨式的盈利，其实主要原因是来自他们获得的 Vehicle Entry Permit and Road Charges System Project 的合同。这项项目为期5年，而价值一共高达104个 million， 直接占据了他们2016年78% 的收入。那么之后我们再来看2017年为什么盈利下跌了大约一半呢？那么税后盈利的下跌主要来自于一次性负商誉 One-off Negative Goodwill， 以及2016年对 Ping Petroleum Limited 的投资，两个总额为 8.9 个 million， 而且在2017年 Ping 联营公司的业绩下跌了 6.2 个 million， 是因为在2017年9月 Ping 实施了30天维修停产计划，这些就是为什么他们在2017年收入减少的原因。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2018年的盈利率，又比2017年低了 15%。 这里公司表示是因为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折旧和摊销的 4.2 个 million， 税收的 3.5 个 million， 一次性商誉减值 One-off Impairment of Goodwill 3.6 个 million 和融资成本 Finance Cost 的 2.4 个 million， 大大的减低了他们这个季度的税后盈利。之后来到2019年，他们的盈利再次下滑，而公司表示主要是因为盈利受经营成本增加的影响，导致毛利率下降。此外，2019年净销售盈利率下降，而来自 Ping 的联营公司的利润份额也下降了 17%。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 DNEX 这几年的表现是一直下降的，而且可以从他们的季度报告中看到，他们的盈利非常不稳定，时好时坏。看完了他们的年度盈利表现，我们接下来去看他们最近2月份的大收购，也就是 Silterra。
一家由 Khazanah Nasional 拥有的公司，主要的业务是纯全球性半导体代工厂，可以被理解为半导体生产商。但是与如今马股的半导体公司不同的是，Silterra 主要是制造晶圆，而如今马股的上市半导体公司大多都是测试和组装。此外，这家 Silterra 在 IC Insight 的纯代工厂类别中是在全球排名第16位，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们从2015年的盈利表现，除了2015年是赚钱的，赚了639个 million， 接下来的4年分别亏损了 2.6 个 million、52个 million、20个 million 和172个 million， 而且在2016年税前盈利是12个 million， 但是税后盈利却是亏损 2.6 个 billion， 那么差距实属有点惊人。但是别看他常年亏钱以为没人要，当Khazanah要卖掉它时，竟然还收到了4份投标书，而且2份还来自外国，分别是台湾的 Foxconn 富士康和德国的 X-FAB Silicon， 剩下的2家就是马来西亚上市公司 DNEX 和什么活做什么的 Green Packet。 但是由于Khazanah要求 Silterra 的大部分持股人必须是本地人，所以 DNEX 就抢得了主场优势，与他们的中国伙伴 CGP Fund 以273个 million 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 DNEX 将用他们的子公司 DNEX SPV 占股 60%， 而 CGP 则是用他们的子公司 CGP Fund SPV 占股 4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他们的利空和利好。首先我们先来说利好。其实虽然说 Silterra 常年处于亏损，但是 Foxconn 和 X-FAB 的投标其实证明 Silterra 是有一定价值的，毕竟2家公司来头也不小。之后第二点就是现在马股里的半导体公司很多主要都是做测试和组装，而如今 DNEX 收购了这家做晶圆制造的 Silterra， 必定会吸引投资者眼光。然后第三点，这就关系到他们的合作伙伴 CGP Fund， 因为这家公司是中国政府用来资助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公司，这也肯定可以为 Silterra 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源。然后第4点就是他们最新委任的新董事，因为其中一人曾经是 Foxconn 创办人郭台铭的特别助理，相信这也能为 Silterra 带来一定的技术资助。好了，说完了他们的利好，我们就来谈谈利空。其实不难看见，最大的利空就是 Silterra 常年亏损的问题，而问题发生在哪里，投资者们也不知道，这也就导致他们能否盈利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第二点就是 Silterra 所用的晶圆还是200个 mm， 而如今先进的晶圆制造商都普遍使用300 mm 的晶圆了，这些晶圆更省成本，而这方面的技术 Silterra 可以说是比其他大公司落后许多。那么第3点当然是时间上的问题，如今要等到 Silterra 真的会为 DNEX 贡献盈利，恐怕还会等上好一段时间，毕竟把一家亏钱的公司转亏为盈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如今的股价已经从2021年年头翻了4倍，看来股价已经远远的跑在估值前面了。那么你们对 DNEX 这一家公司的未来又有什么看法呢？请在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哦。那么相信看完这支影片，大家都看到世霸最近又跟 KPMG 扛上了，请问大家还想要看世霸审查风云的续集吗？要的请在留言区打上 SSS， 下期马上为你们更新。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